那么鉴于目前台海局势紧张，那么2025年的时候，美国媒体和一些专家经常提到，说是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后将发动对台军事行动，中共攻台的可能性、影响及台湾的应对策略。您作为资深媒体人，长期观察两岸的动态，那么如今台海局势等等这些的观察，目前中共对台湾进行的军事压迫，大概有两大手法。第一个就是灰色地带的干扰，也就是所谓的切香肠战术了。比如说，他现在就是用这个军机绕台，还有军舰绕台的这种骚扰行为，意图就是要制造你的心理恐慌，在台湾掀起内乱。那第二个其实是目前台湾威胁最大的，就是在台湾内部制造这个政治纷扰，甚至政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民进党跟在野的国民党，还有这个民众党那个政争，几乎是水火不容尤其是说中共对台湾发动各式各样的这个认知作战资讯战，在台湾是一个全面渗透的情况所以在资讯战跟认知作战上面目前对台湾的这个威胁是最大的。那您如何评估中共在2025到2027年发动全面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因为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持续低迷了好几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您认为中共的造成的这种声势是战略威胁呢，还是有其他目的呢？目前我们来观察，就是说，习近平目前是没有能力对台湾发动全面的军事战争如果他可以打仗的话，其实早就打了，他不会拖到现在。那为什么习近平其实没有能力对台湾进行这个武力攻击一方面当然是这个经济的因素，因为现在中国的财政非常的吃紧，它面临系统性的危机，等于说这个国家如果把它当作是一家公司的话，它现在的财政状况几乎是濒临破产的边缘，而且它的财政已经没有办法救起来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中共其实在这个1960年之后的韩战它缺乏了这个大型军事战争的经验，一路过来，它顶多就是一些零星的区域的武装冲突所以它目前缺乏的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因为军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专业的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那尤其是说，你今天要进攻的是这个台湾海峡，它是一个天然屏障在军事上是世界上最难攻克的一个高难度的这个地形还有海上的变化。所以呢，根据这两点，就是说，你毕竟打仗是需要钱粮的那目前中共的财政不允许。那第二个就是中共缺乏这个大型战争的实战经验。那第三个就是说，目前中共的内斗非常的激烈，尤其我们看到的习近平在整肃解放军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这个其实怎么看都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打仗的但是他今天没有能力打仗，他只是换另外一套戏法在对台湾也就是说从台湾的内部去渗透，尤其是他在台湾内部扶植这个亲共政权，也就是所谓的中共代理人跟地下党员在台湾深度的渗透，全面的渗透。而且这个渗透不是现在开始，是它已经将近十几20年了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台湾目前呢，在敌我不分的这个认知错乱上面非常的严重。什么叫做认知错乱、敌我不分？比如说，很多台湾人被中共用这个民族主义洗脑我们都是中国人，两岸一家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去松懈你的心防那第二个就是他不断的在塑造说共产党跟以前不一样了，共产党变好了共产党变得很文明了，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谈判、可以沟通、可以协调的政权。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他比如说他现在在台湾的外部进行这个灰色地带的干扰、骚扰，跟切香肠战术，这个其实就是以战逼和，他要制造台湾人的心理恐慌哦，尤其是说一般人就是怕打仗，那他这个其实就是利用恐惧制造你的心理的混乱哈，等于就是迫使你向台湾的执政党施压说，哎，我们不要打仗，所以我们来跟中共谈判，我们接受中共的条件，比如说台湾进行防御性武器的这个布置是在挑衅中共。那因为挑衅中共，你不要惹中共生气哦。如果你不要惹中共生气，就是撤掉你的这个国防预算，还有这个军购哈。那就会以为说，哎，台湾只要释出善意，不要挑衅中共，不要质疑中共，那中共就会对台湾有这个善意的表现哈。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在历史上，共产党是完全不能够相信的。目前我们看到说，在台湾内部在军事上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或是添购最新的武器跟科技，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处理的。但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清理台湾已经被中共渗透跟洗脑，好这一块无孔不入且非常深度的渗透跟洗脑，这一块反而是非常麻烦的。您说的非常好。前不久啊，您曾谈到说是习近平打台湾是赌上了中国的经济。那么习近平为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观点的支撑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乌俄战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当初就是计划说，他用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希望速战速决哦。因为军事的这个战争就是兵贵神速哦，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下敌人的这些国家啦，或者是滩头堡哦。最恐怖的、最难的就是战争如果拖久了，其实这个就是会拖垮国家的财政哦。那习近平其实他非常知道这一点，整个在印太里面的冲突不是只有针对台湾而已哦，还包括说他最近在挑衅高市早苗日本那还有菲律宾以及印度，还有越南，还有澳洲，其实在整个这个东亚的印太第一岛链，中共对它的邻近国家其实是全面紧张的那你来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他打台湾是1对1的战争，如果上升到他同时面对好几个国家，也就是一个中共同时面对8国联军，尤其是印太背后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时候，那中共招架得住吗？这个战争是要花钱的，现在中共的财政力量根本就无法支撑但是我想习近平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现在要的就是保住他的政权。那当然为什么他明知不可而为之，其实也是他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说把他内部的矛盾、他的执政无能，还有社会不安、失业率很高的这些内部矛盾，透过外部的这些军事武装冲突，做一个焦点转移，然后煽动民族情绪，继续支持他的这个领导中心，其实无非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假如说排除中共全面侵入台湾、攻打台湾，那么您觉得中共更可能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战术呢？目前其实他打台湾的难度是越来越高了，因为这个因素非常多包括说台湾人其实是誓死抵抗的，台湾人是不会屈服的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现在已经不是1对1对台湾发动战争了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特殊，它无论是台湾的北边，或者是台湾的东边跟台湾的南边，其实全部都在联动邻近国家。尤其是说，这个日本最靠近台湾距离居然只有110公里这么短附近每个国家海域都相当接近，所以你只要打台湾，其实就等于同时在打日本跟菲律宾，还有这个甚至扯到澳洲。
尤其我刚刚说的，日本上面有美国的驻军哈，所以你打台湾等于打日本，就等于打美国。所以目前你只要对台湾发动战争，就等于是跟八国联军宣战了。这个成本以及代价，习近平是付不起的哈。所以他现在改用一个迂回战术，而且可能是更有效的，就是我刚刚说了，他在台湾的内部进行深度的渗透，扶植这个代理人，好，还有地下党员，透过发动政变的方式，把民主的政权赶下台，由亲共的势力政权上台，然后呢，把台湾直接送给中共哦。因为目前我们看到亲共的势力在台湾的国会立法院里面在修法，因为他们现在有绝对的人数上的优势哈。所以呢，他们最近是在改变一个法律，就是说这个中配的参政权他要让他快速的拿到参政权。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哎，下一届的总统是2028年要选举哦。那如果他快速的修法的话，只要习近平跟任何一个台湾人结婚，他就可以选总统。那用这种方式就是打台湾实在是太麻烦，又很花钱，而且根本没办法打台湾太麻烦。而且八国联军招架不起，那不如从台湾内部直接制造内乱，让你把台湾自己送给我。那其实这一套手法也用在现在的日本，因为高市早苗力挺这个台湾有事了。那我们就看到说，中共开始推出这个一系列的报复制裁的行动，包括这2天闹得很大的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知名的歌后滨崎步，他在上海的演唱会，无预警的突然被取消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习近平他升高跟第一岛链全面的冲突这件事情，他做与不做都非常为难。他如果不做的话呢，中国内部的这个愤青还有鹰派势力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你都不表态，这个太丢中国人的脸。但是如果他正面的去迎战这些邻国的话，又让他陷入一个泥淖，骑虎难下了。那怎么说？都是弊大于利，而且他身不由己了。那您如何看待就是近期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报告中所提及到的，说中共4大攻略剧本是对台湾，一是内部渗透、封锁、围岛、入侵，你怎么看？确实就是这4个剧本4部曲在做了。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台湾跟这个日本还有美国有非常高的警觉性，一直在做反制的动作，包括说美国它其实在日本、在菲律宾跟南韩部署了很多反制的武器那还包括说加强第一岛链盟国的这个军演还包括说台湾的这个不对称战力的武器一直在做这个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合作，以及这个军售案的通过所以中共的剧本是那样子但是它能够实行成功的难度是越来越高，而且根本可能就是会失败这样。那我们看到台湾民调显示，65%的民众认为5年内，中共攻台的概率非常低。台湾国军是情势最严峻。那么你怎么看待这2种不同的反应？是否说明台湾政府更加理性或者理智呢？这个台湾人其实对中共发动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没有像以前这么怕了大概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目前习近平跟中国的财政跟军事的状况，其实并不具备发动大型战争的能力，尤其是你一次要面对八国联军的这个围剿他其实完全是招架不起的那不过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美国跟日本还有菲律宾都加入这个声援台湾的行列，尤其是加强这个军事合作跟战略的合作这一块，升高中共打台湾的难度跟成本所以台湾的民众其实没有那么像过去那么担心了。那我们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台湾内部渗透的问题。就是那些亲共的这个
政党跟政治势力，还有地下党员代理人他们现在就是利用他们在国会拿到这个最多席次的这个优势一直在搞破坏，在毁宪乱政。那这一块非常的麻烦，因为它就是有人数的优势它还有一些制度上的优势。那这一块反而是我们现在台湾人抵抗非常辛苦的地方了。不过我相信台湾人终究还是会清醒透过不断了解真相还有这个看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加上说这个台湾的邻国包括日本，大家都在反共，大家都在抗中大家现在讨厌共产党，等于是亚洲的全民运动我相信台湾是可以化险为夷的。那实际上，您所了解的大陆民众对统一的支持度是否如中共宣传的那样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大陆网友他们翻墙来我们台湾这边留言我们看到的留言其实蛮多是说，大陆的一些比较清醒的人反而在嘲笑台湾人，你说你们怎么会想要跟中共统一啊？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他们就嘲笑说：“你们台湾人实在是太好骗了，中共的把戏就是那些，你们居然还相信他们这个共产党这个货色是连中国人都不喜欢，而且根本就不相信的。那你怎么还会幻想他会变好，跟以前不一样？”而中共用在台湾的手其实它也用在高市扫描的身上了。虽然中共它不能攻打日本，不存在统一日本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国际社会也应该警惕中共的这种行为呢？目前就我个人的观察呢，这个中共把它在台湾渗透成功的这一套，复制用在现在的日本身上。也就是说，你在外交上，在政权的这个稳定度上，目前它动不了高市早苗，那它就只能从日本国内去制造混乱，去向高市早苗施压。那目前看到有两个反对的势力开始起来第一个就是说，担心说这个影响中日关系，影响到两国的经济合作，然后拖累日本的这个经济表现经济这一块的这个统战是最好用的，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吃饭，都喜欢财富所以用经济的理由来施压高市早苗让高市早苗屈服。这一招在台湾已经很管用，所以目前拿去日本用那这一块的话是高市首相需要非常注意的那第二个就是日本的这个民间尤其是企业界，比如说这个日本人在中国经商、出差跟旅游的这个压力甚至就像滨崎步这样无预警的取消你的这个演唱会让你在中国的任何的行动是没有保障的。那你就给他想说，假设你今天是滨崎步的经纪公司你是他的唱片公司，那办一场演唱会，而且是14000人的演唱会，这需要花多少成本？那今天就无预警的取消，那你不就是赔钱了吗？那他让你赔钱你就会造成这个寒蝉效应。尤其你可能就会回去骂这个高市早苗，就是没事为什么要挑衅中共害我们赔钱所以目前看起来他这个用这个经济的理由去施压，在日本国内制造混乱，意图让高市早苗屈服，甚至不排除在日本的政坛运作要换首相尤其也就是说，中日关系如果要恢复，要回到以前的情况，只能首相换人。目前看起来，中共会用这一招来对付这个日本的首相跟社会所以这一点的话，日本的朋友需要注意。最后，我想请您谈一下，您对台湾年轻一代有何寄语？在这种不确定中，如何更好的守护民主与和平呢？目前我接触台湾年轻人的情况有两个现象，一个是说，他们对共产党其实是一片空白，完全不了解。共产党对他们来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国家的事情。
太遥远，而且他脑袋就是一片空白，对共产党没有正确的认知跟心防，还有戒心。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头讲的，中共在台湾发动认知作战，哈，包括说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学生，甚至这个国小的学童，每天都在看抖音，每天都在看小红书。那里面就有各式各样中共精心制作、统战、渗透的这些短视频，让这个台湾的年轻人从小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就接受了中共的洗脑，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哦。那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呢，务必要这个重视对共产党的认知，还有教育这一块，认清楚中共的本质，它是邪恶的政权，然后到底它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是什么？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有了正确的认知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对共产党有一定的戒心跟清楚的认识。